柔弱农妇、狠毒凶犯，哪一个才是他的真实面目？但是我求你了，领导，我今天我求你，我确实是个冤女人，我就是个弱女人，我求你。21人团伙如何组成？迷雾重重之下，究竟有何隐情？在后面弄当成啥？勾引我们，为他赚钱的工具。大频道如意那集，电影《盲井》讲述了在矿井里的故事。坏人把打工者诱骗到了矿山工作，随后残忍杀害并制造矿难事故的假象，再冒充死难者家属去索赔。电影压抑的氛围令人感到愤怒又无力。今天这个故事就把电影里的情节映射到了现实。主犯为了组建犯罪团伙，不惜利用金钱和身体幽暗的矿井中，到底又埋藏了多少罪恶？2012年8月2日晚，在河北省邯郸市歙县智勇铁矿，5名矿工一如往常下井接替晚班。大约在夜里12点多，井下突然发出一声巨响，4名矿工神色惊慌，找到矿主说出事了。在井下放炮，也就是爆破作业的时候，威力太大，导致意外塌方，有1名工人被砸。这老板一听马上组织救人，然后送往医院。起初还有些生命体征但到了医院之后，人就没气了。遇难矿工名叫罗时勇，29岁，四川省通江县人。矿主为了息事宁人，就决定私下解决这个问题，找到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在矿难发生1周之后，罗时勇的妻子、岳母和表哥等人来到矿上处理善后。然而几名家属的表现却有些反常。那首先，家人对于罗时勇的遇难经过停尸地点这些都不关心，甚至都没说想去见一下死者直接开口就是赔偿款。那矿主问你们要多少钱？对方一名叫张伟兰的家属开口就是100万。后续呢，矿主说自己现阶段没有那么多就开始讨价还价，从60万到40万，那还可以往下讲。那最后就是，既然你矿主现在拿不出那么多就有多少现金都拿来剩下的部分呢再打个欠条，或者是分期付款。这个商讨赔偿款的时候这些家属表现得驾轻就熟，而且这些人对遇难矿工好像并不关心，看不出应有的悲伤这个心存疑虑的矿主查看了一下矿上的记录，发现这个死者是在矿难发生前4天才来到矿上工作的刚来4天就遭遇矿难事故，未免也太巧了。因为当时呢，死者被拉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容貌尽毁所以想核对相貌也不太容易。但是呢，其他矿工觉得死者身份证上的照片与死者本人并不是很像，很多类似疑点呢，终于让矿主感到这背后可能是蓄意杀害。一番考虑过后，下定决心报警。那警方暂时先安顿这些家属然后自行展开调查。调查显示罗时勇的妻子叫马金花，那马金花也确实在那群家属当中，身份信息都对得上，她也能说出丈夫的手臂上有一条龙的纹身，这点也确实存在。接着警方又找到了罗时勇父亲的电话，给打了过去。那经过电话询问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这老人并不知道罗时勇已经死亡，而且他手臂上也没有纹身这类东西，这让警方提高了警惕。经过刑侦手段，警方很快就找到了正在上海打工的罗时勇。这人根本就没有死那死者就是另有其人。但是呢，马金花却千里迢迢来到河北邯郸，要赔偿款，还对不是丈夫的死者身体特征非常清楚那罗时勇的身份证还是唯一证明死者身份的证件这是怎么来的？那马金花和那么多家属又为什么会出现种种蹊跷的情况，表明这起事故不像是简单的意外。最重要的死者究竟是谁呢？这个矿主为了更快、更多的招纳劳动力招聘流程简单粗暴，能干活1张身份证就可以入职，对家庭信息以及血型指纹都不会进行备案。其他矿工回忆就死者生前有一个女朋友叫王正秀，起初2人是一起来到矿上的表现得非常恩爱。可是事故发生之后，王正秀却不见踪影。那么这个秀去哪儿了呢？是否知道死者的真实身份呢？很快，警方在邯郸武安的一个小旅馆内找到王正秀，
2012年8月17日，警方将王正秀和那群来领取赔偿金的家属刑事拘留，并分开进行审讯。那这名遇难矿工的真实身份终于被解开，他并不是罗时勇，而是李子华。由此，一个现实版的盲井故事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李子华33岁，是四川宁南县的一个农民。2012年春天，他在四川成都做建筑工人认识了35岁的王正秀。那主动温柔体贴的王正秀很快便赢得了李子华的爱慕，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不久便确立关系，成为恋人。李子华也对这个女人动了真感情准备结婚的。即便他知道王正秀早已经结婚了并且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因为王正秀说丈夫入狱婚姻是名存实亡，所以才和李子华扯这些谈婚论嫁。当然，这背后一直在运作见不得人的勾当李子华也成为了一群贪婪凶狠之人眼中的猎物。在相处1个月之后，王正秀告诉李子华说，建筑工地这个活没什么可干的，赚的太少。他有个朋友呢，在河北邯郸的一个铁矿做工，那个铁矿现在还在招聘，月薪5000元起咱俩一起去多赚点你去挖矿，我在当地呢找其他工作，赚够了我们就回老家盖房子结婚。那李子华确实也没钱呢，眼看爱情事业双丰收，便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就答应了。那王正秀呢，之所以会这么做，都是听从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安排。那这个女人叫张伟兰就是之前提到和矿主开口要100万的那位张伟兰让王正秀好好了解了李子华的身上的一些特殊记号，比如纹身黑痣等等，以便之后呢假冒亲属的时候不露馅。之后张伟兰就让王正秀故意弄丢李子华的身份证，又安排自己的亲外甥女马金花，让马金花把自己丈夫罗时勇的身份证借给李子华使用。2012年7月27日，王正秀带他来到了智勇铁矿，那李子华就以罗时勇的身份开始下井做工，结果在下井作业第4天就遇难了。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呢？那之前和李子华一起下井作业的几个矿工说了，那李子华是死于瓦斯爆炸那瓦斯爆炸的现场通常都是碎石满地，到处一片狼藉，遇难者可以说是满身伤痕。可是警方侦查发现呢，李子华遇难的现场是相对整洁，矿井壁上仅有轻微的裂口完全看不出有强大冲击力可以造成人员死亡。那死者身上也没有爆炸之后那种大面积的点状伤痕，但是头部呢受伤非常严重。随后经过法医鉴定，李子华并非是死于爆炸，而是颅脑损伤致死矿友声称他是戴着安全帽作业的，但安全帽完好无损，头部却有多处伤口，这就符合他杀致死的特点。那么这几个和李子华一起下井作业的矿工却说李子华是死于瓦斯爆炸，那明显和尸检结果相背离。那经调查，这几个和李子华一起下井作业的矿工和李子华一样，也是来自四川。案发前几天呢，这几个人陆续来到歙县的智勇铁矿，并且一起主动申请和李子华在一个班组。短短几天之后，李子华就在和他们一起下井做工的时候死亡，而且几个人口径一致有团伙作案的嫌疑。最终在强大的审讯攻势之下终于道出了埋藏在矿井之下的秘密。他们来到矿上做工确实另有所图当时选择和李子华同一班组做工，也就是早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案发当晚呢，李子华与4人一起来到井下干活。这时他不知道危险已经向他步步逼近。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分工陈荣来和李子华一起装矿石，张成勇负责放哨，然后徐承德趁李子华不备，持铁锤朝其头部猛击，李子华当场死亡。为了不让人辨出李子华的样貌呢，又给他毁容，同时为了让他看起来像是被乱石砸死的，几人又用炸药对现场进行了一番伪装同是来自四川的老乡又同为矿工的4人，又为什么要杀害李子华呢？那几个人的供述完全一致，将所有矛头都对准了一个人，还是张伟兰。那之前王正秀说是张伟兰指使他勾引李子华将他从四川老家
骗到河北邯郸的铁矿。马金花说是张伟兰指使她提供丈夫的身份证给李子华使用。杀害李子华的几个矿工说是张伟兰安排他们行凶。也就是说，张伟兰从头至尾一整个策划了这一起凶案，然后又自己出面来和矿主索要赔偿金。那这个张伟兰到底是什么人呢？又是怎么组织起了这么一个罪恶的团伙？除了李子华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人被害？幽深的矿井下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但是我求你了，领导，我今天我求你，要求真理吧！我确实是个冤女人，我是个弱女人，我求你们。这是他们逼着我这样干。我一个女人，他人跟我说了，他们这些男人都是抓住我的弱点，知道没人帮我拿他们的点被他当家。张伟兰一直声泪俱下的为自己申冤，说自己是被多个男人控制和利用的牺牲品表现得像一个柔弱的妇人。可据其他嫌疑人供述张伟兰其实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那团伙中的一号头目，毋庸置疑。之所以几个大男人听命于一名中年妇女甘愿被他控制，还被唆使去谋害他人性命，也是因为张伟兰使用了美人计通过美色笼络了这群男人，勾引他们成为了自己赚钱的工具，然后分配一些蝇头小利，把这群人耍得团团转。作案了之后呢，出于无法抗拒张伟兰的美色和利益那所有人也都心甘情愿地为他卖命，所有嫌疑人都承认和张伟兰发生过不正当男女关系。那在众多的人证物证面前，张伟兰的申辩显得很苍白她就是案件中当之无愧的组织策划实施者绝对的主犯。张伟兰，四川省通江县人，1966年出生之前一直在老家务农。2002年左右，他就来到河北邯郸，在一些矿区周边做起饭馆的生意。在这期间，他就不少和这些矿工进行接触从这些矿工那儿就听闻了一些矿工在遇难之后，矿主进行赔偿私了的事儿。张伟兰人性之恶由此被激发，所以一个通过杀人伪造矿难现场去骗取赔偿款的念头就悄悄地在他心中滋长。按照设计呢，他将猎物锁定在自己老乡宁南打工人身上，自己或安排别人主动和被害人谈恋爱，获取信任，接着哄骗被害人到矿区打工，入职前偷偷将被害人的身份证藏起来或者是扔掉，最后再给他一张事先找好的代替者的身份证。这样一来，被害者死后，他们就可以安排家属顺理成章地领取赔偿金，即便被怀疑也是问题不大，因为自己找的就是有问题的矿井大多都是资质不全，出事以后呢，矿主都是怂货，不敢报警怕自己的矿井呢因此而被查封，只能花钱消灾，所以尽管放心，大胆去干就完了。2011年7月，四川省宁南县的农民江发品被张伟兰带到邯郸矿区打工。江发品的出现让张伟兰彻底打开了罪恶之门。为了让江发品尝到甜头，先是给了一部分钱，然后又和江发品发生了男女关系。但提上裤子就翻脸，威胁江发品必须和我去下矿做工，你要是干就有钱赚，要不干我就告你强奸之后江发品才同意随他到河北打工。随后呢，张伟兰借来自己亲戚的身份证，让江发品以他亲戚的身份下井做工。没几天呢，张伟兰便召集之前在四川打工的张成勇、赵俊、王华涛、严登鹏等几个老乡，同样以色诱和利诱的方式，让他们一同参与谋划，与江发品一起下井作业。因为一起下井的都是老乡所以被害人就没有什么警惕性。最终呢，几人分工明确，将其谋杀于井下。张伟兰组织向小荣等亲戚冒充死者家属向矿方骗取赔偿款61.3万元。在第一次杀人骗取赔偿款成功之后，张伟兰内心的欲望便被激发出来。同时，几名男性也因为参与了第一起谋杀而授人以柄你们已经犯案了就算以后不干了，那也是杀人犯，出事呢谁也跑不了。所以他们对张伟兰更加言听计从。在江发品被害仅3个月之后，
张伟兰又召集人员，以同样的方式将四川籍矿工袁德福杀死在井下，骗取赔偿金61.5万。在袁德福被害仅仅4个月之后，张伟兰再次召集人员，以同样的方式将云南籍矿工谢世友杀害，骗取赔偿金62万。那3次骗取的赔偿款已经接近185万了。每次骗得赔偿款之后呢，那张伟兰呢会拿出10万元钱左右给参与作案的人员分赃，其余则自己独吞。团伙第4次故伎重演，杀死李子华，结果在骗取赔偿款的时候被矿主识破。最终呢，警方一共逮捕了包括张伟兰在内21名犯罪嫌疑人。那这些人彼此之间为亲戚朋友等关系，他们分工明确。张伟兰呢负责组织策划，有人负责物色作案目标，有人负责动手作案。那有的负责踩点，有的充当死者家属。他们专门挑选家庭贫困而且单身的人啊。2年内，犯案团伙作案4起，致4名无辜民工死亡。2011年至2013年共骗取了180多万的赔偿金。2013年3月，河北省邯郸市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起公诉。在开庭的时候，包括这个案件的第一被告人张伟兰，所有人都说自己是被迫的，自己是冤枉的。但通过审查之后发现，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自愿的都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残忍剥夺了4条生命，还榨取死者身后的赔偿金。2014年8月，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伟兰和4名情节恶劣矿工死刑，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余3名情节较轻矿工无期徒刑，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正秀等其余6人有期徒刑13到15年，以诈骗罪判处马金花、向小荣等7人有期徒刑3到5年。判决之后，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判我死刑呀！我特别冤屈，我特别心里我觉得判我特别重，我心里特别冤屈。谋杀矿工、制造矿难、骗取赔偿款，那这种令人发指的案件，直到第4起才被发现。那除了凶手本身的价值观崩塌之外，同样利益熏心、疏忽安全生产、强制开采的矿主，也可以说是帮凶因为事故发生之后呢，一些矿主为了降低经济损失、免受处罚，会选择对上瞒报、对下私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是这样的行为形成了用人命换钱的环境，给张伟兰等人在井下的密谋提供了便利。如果说从第1起案件发生的时候，矿主就没有瞒报事实选择私了，而是通过正当途径进行上报、调查、整改，那么这些人的密谋早就败露，之后也就不会有人继续无辜被害。为了追求金钱，为了满足欲望，他们都选择了让自己活在幽闭的盲井之中，面对黑暗，向死而生。但天不藏奸，深井下的罪恶，即便被埋藏的再深，最终还是要大白于天下。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大家，我现在了。